清明的雨总是带着一丝淡淡的哀愁，这满天的烟雨与环绕的迷雾，洁白的云雾宛如一条轻柔的丝缎，缠绕在青翠的山腰间。它们似动非动，似散非散，将高耸的山峰切割成一段段神秘的孤岛。这些山雾并非静止，它们随着清风缓缓流动，升腾、汇聚、散开。山峰在雾气的张合之间，时而展现全貌，时而只露一角。这个就是山里面的巨人之手，巨人之手呢？哇！你看这一个巨人沉在大地里，你看。哇，这个，哇，做得很像呢。不是啊，你看它这个脚趾做得很像哎。你看还有指甲。这个是他，看他的手。哇，你看他的手掌，看不清楚啊，照不清楚，但是它上面还有生命线，还有事业线，都有。因为现在天气你看不清楚。这巨人之手是台中和平区的一个极具视觉震撼力、带有神秘与悲剧色彩的地景艺术。它隐身于海拔约1200公尺的雪山坑林道深处，近年因为其独特的荒废美感，还有摄影张力，成为热门的秘境打卡点。关于这座巨人的由来，最为广泛流传的故事是为了纪念一名罹难的工人。据传当时在开垦农场时，有一位工人在施工中不幸坠谷身亡。负责人为了纪念这名工人生前辛勤开垦的姿态，便仿照他坠谷时手伸向天空求救的最后身姿，建立了这座巨大的雕像。这有只山猫，这是要进那个雪山坑，登山步道。亚洲豹猫，你看这边也是一样，山猫这么大只，然后它的屁股。桃山部落坐落于台中市和平区达观里，海拔约在600至700公尺之间，是进入大雪山脉雪山坑地区的重要门户。这里是一个典型的泰雅族部落，充满了浓厚的原乡气息以及未经修饰的自然美感。这部落原名意指平坦之地，虽然地处深山，但部落所在的台地相对平整，适合定居以及耕种。那部落主要的构成，居民是以泰雅族人为主，早期由后山地区迁徙而来，这里保留了许多泰雅族的传统习俗以及坚韧的生活态度。刚刚干嘛不跟着进来？紫萝卜吗？那个把那蜂窝很大耶，但是它是已经没有了，里面已经没有了。但是这是虎头蜂吗？虎头蜂蛰人会死人的。等我拿那个啊，张他怎么敢让它在这里？没有，现在已经没有了。空的啊，现在已经没有了。这是空的啊。空的，他把它当在这边，还可以当一个那个装饰。但是我知道那个你哇，这个不是跟树皮一样吗？就这样哎，这不是树皮，
树皮啊，这是牛樟芝哦，这一块5万啊。对，6两，6.5。啊，你平常像你这一壶是用多少？大概多少去煮的？这个啊，嗯，这个差不多有4两嘛。哦，你光这一壶就用掉4两，不是这一壶，一个热，我都用热水器下去。不是，我是说你像这一壶，你大概要用多少？一点点就可以了。一般你们来吃都一点点就好。哦，然后要剪碎，我们都没变，解冻的时候面它就会漂亮。它的它是这一面有没有？就像棵树一样。这就是不懂啊。可是，哎，叫我们真的去看到，我也不认识。是什么味道？走进部落，随处可以见到以红、黑、白3色为基调的泰雅族几何图形。部落内的挡土墙、房屋外墙常有描绘狩猎、织布或祖灵传说的彩绘。新社庄园又称新社古堡，是这里最具代表性的指标景点，但是它并非真正的古迹，而是一座斥资重金打造的中古世纪欧洲风格庄园。凭借着石砌的建筑与迷人的湖光山色，让人仿佛一秒置身于法国南部的乡村或古老的意大利山城。庄园核心是一个巨大的湖泊，古堡倒映在水面上，清晨或午后起雾时，景色更是如梦似幻。新社本身就是台中的花卉之乡，所以庄园内种植各种植栽，随着季节更迭，展现出不同的色彩美学。庄园内设计了人工瀑布，水流声与石造建筑相呼应，增添了几分灵动感。庄园内所有的建筑、围墙以及拱桥，皆采用大量的石头堆砌而成，刻意营造出岁月剥落的沧桑美感。所以这与台湾常见的现代建筑截然不同。哎，小妹，喷出哦，青蛙啦，青蛙啦，不能给我腐烂哦！啊，这么小只怎么吃啊？啊，你一次要吃几只？在这里，最适合的动作不是赶行程，而是发呆。坐在石造的凉亭里，看着远山的山岚与俊驻的鹅群，手中如果握着一杯微热的咖啡，这种从原始部落切换到精致庄园的对比，会让你感到一种从野性回归文明，从冒险回归安稳的奇妙抚慰。来到新社，除了庄园和花海，最出名的绝对是香菇。新社因为地形环境还有气候，成为台湾产量最高、品质最好的香菇产地。全台有将近1半的干香菇来自这里。最后，谢谢大家的收看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